蓝忘机了一声，道：“是的，但是他和阿玲相处很好，最起码他看见的是这样的。”蓝曦臣正要说什么，床上的阿玲忽然有了动静，蓝忘机察觉到了，连忙往床上一看，兰陵已经缓缓睁开了眼睛。蓝忘机看见兰陵醒了，心里微微放下了，轻声道：“阿玲。”兰陵眨了一下眼睛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在哪里，但是看着身边的蓝忘机，他还是小声地喊了一声：“夫君。”蓝忘机了一声。兰陵说道：“阿玲又睡着了是吗？”蓝忘机摸了摸自己的孩子的头发，道：“醒了就好。”蓝曦臣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忘机，你陪着阿玲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蓝忘机站起身，对着蓝曦臣微微颔首，说道：“恭送兄长。”小兰陵也要起来，却被蓝曦臣制作住了，说道：“阿玲要好好休息，不许起来了。”等蓝曦臣离开了，蓝忘机才问道：“可有那里不是？”兰陵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无事。对了，夫君，我的拨浪鼓呢？”蓝忘机一听，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魏无羡之前送给他的小拨浪鼓，到这里。兰陵看见那个拨浪鼓，才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多谢夫君。”蓝忘机看着兰陵的笑脸，不由得问道：“阿玲很喜欢吗？”兰陵狠狠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很喜欢的，我也喜欢那个哥哥。虽然那个哥哥之前吓唬我。”蓝忘机道：“那就好。夫君也喜欢那个哥哥。”蓝忘机答应了小家伙过段时间会再去带他去找夷陵的那个哥哥，小家伙很开心。夷陵，温情手里面拿着银针，声音难得大声：“魏无羡，你给我过来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魏无羡一边跑一边说：“哎呀，我能有什么事情啊？我没事，我好着呢，我不想扎针，我看见那银针我就怵得慌，晴姐你快拿开吧。”温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跟着一只黑蛟计较，说道：“那你最起码让我看看你后背那些伤痕是怎么回事吧？你后背的伤都几百年了，还没好。”魏无羡说道：“早就好了，那只不过是疤。”温情气死了，说道：“那你让我看看你后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有你身体现在很虚，需要好好修炼养一养。”魏无羡说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我身体很虚啊？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很好。”温情也不喊了，说道：“魏无羡，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？”魏无羡皮归皮，但还是很懂得分寸的。他一听温情声音确实有点生气了，这才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哎呀，晴姐你别生气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没事，不信的话我让你检查还不行吗？”温情一听，气这才顺了些。魏无羡说让温情检查，就真的让温情检查，一动也不动的十分的配合。魏无羡说道：“看吧，我就说那是伤疤，没事，早就好了。”温情不语，在说话的时候声音就有些严肃了，说道：“魏无羡，你还要杜雷劫飞升成龙吗？”魏无羡很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肯定啊。”温情看着魏无羡后背的伤疤，这些伤疤很明显就是雷劫所造成的，也只有天雷的灼烧才能让这些伤疤永久不退。温情虽然没有渡过劫，但是渡劫失败的下场温情也知道，那就是一个魂飞魄散，什么都落不下，世间再无这个人的任何信息，就连你去地府都不一定找得到这个人的生死簿。但是看着魏无羡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，也不像是渡劫失败的，但是如果渡劫成功的话，那他已经是一条龙了，而不是现在还是一条黑蛟。静默片刻，温情才开口说道：“魏无羡，我劝你不要渡雷劫了，你后背的伤疤，我看着就像是雷劫的灼伤而造成的，而且我觉得你的来历并不简单。”魏无羡一听就沉默了，过了一会才说道：“晴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”温情看了一眼魏无羡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不该说的我也说了，至于你是怎么想的，你自己做打算吧。”魏无羡扯了一下嘴角，却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因为无话可说，说什么呢？温情过了一会忽然又说道：“前些天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来历，你比我清楚得很，到底是不是你捡的，你也清楚。那到底是谁的孩子？”温情也不想多说了。魏无羡这才苦笑了一声，语气带了些无奈，说道：“晴姐，别说这么透行吗？”温情也不多说什么了，转身就走了。魏无羡看着窗外，面容沉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魏无羡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是怎么办，心里藏那么久的秘密忽然被扒出来了，多少少是有点不好受的。怎么说呢？他原本是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，但是却没有想到被温情一刀见血。要说失忆吧，不记得之前的事情，当初确实是不记得的。起码他700年前在夷陵醒过来的时候，确实是不记得之前的事情了。但是后来慢慢的也就想起了一些，只是想起当初渡劫的时候天帝来搞事，其他的也非常的模糊。想不起来倒还好，他可以就这样在夷陵生活，但是他想起来了，他就得之后去找天帝算一算账。但是蛟龙没有办法上天，所以他要上天的前提就是他必须要再度一次雷劫，飞升成龙。但是那天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团子的时候，一些记忆也慢慢的回笼，随后的记忆也就慢慢的回来了。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和白龙仙君蓝忘机是道侣，更没有想到这个小团子居然是自己的孩子，这可真的是阴差阳错了。魏无羡的记忆回来了之后，想赶紧飞升成龙的心就更加的急切了，主要是他想和蓝湛在一起。他现在还记得重新见到蓝湛的时候心悸了一下，随即就是铺天盖地的喜悦，但是理智让他硬生生的压住了喜悦，现在不能说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但是他知道小家伙的病时，除了心疼还是心疼。不过想想之前魏无羡就想笑，他居然之前还嫉妒这个小家伙的娘亲是谁，但是现在不会了。魏无羡一直想快点飞升，但不知为何飞升成龙的雷劫迟迟不来，原本5年就要来一次雷劫，但是这次的雷劫700年了还没有来，魏无羡心里其实是有些焦躁的。他有80%的把握渡劫成功，但是就当他准备好的时候，这个雷劫却迟迟不来，他渡劫不成功就没办法上天，也就没有办法找到天帝算算之前的旧账。魏无羡现在也不打算告诉蓝湛他们自己要渡劫，蓝湛估计还不知道他记得原本的事情，要是以后知道了，肯定是要生气的。他最近实在是闲得没事，每天除了修炼还是修炼。其实魏无羡也不想承认，他有点想小家伙和蓝湛了。刚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时候，我都没见一眼，就被那天帝搞了一道，不行，这个账必须要算。魏无羡嘟囔着说道，那双眼睛里还带着淡淡的戾气。他长得俊俏，一双桃花眼经常含着笑意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风神俊朗，十分的阳光。但是他不笑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，还是很有威慑力的。